种长相的人没有。今天我们要拍一个 Q&A。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你第一天对我是什么感觉。第一天是心动的。其实我第一天对他还好，我不是会看脸确定心意的人。再次声明一下，他不喜欢帅。就是帅在我这里不加分，但丑在我这里也不减分。你之前不是这么说？没有这么说。你之前说你不喜欢帅的，你觉得帅的人都很高傲，所以你一般不接触帅的人。来解释。我就喜欢你这种长相的人没有。所以就是我这种长相就不算帅。OK。第一天我其实对他是所有男生里面最有兴趣的，但是不至于一见钟情，就是我确定我喜欢这个人。观众会觉得我蠢是我听到你是新加坡的，我就开始只喜欢你。干嘛？你想要骗我的公民？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彼此确定心意的瞬间。我是第二天跟他一整天相处下来才开始确定心意的。为什么是第二天？就我举几个小例子，比如说他之前讲过他有一些创业经历，虽然失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也跟我一样爱赚钱的人。至今为止还没有成功，但还在尝试。再来就是我记得吃甜品的时候，我有说我戒糖很多年了，我不吃。然后你有说你可能1个月里面会吃几次？我发现1个月吃好几次。然后你有健身，我会觉得你是也是自律的人，你就是对自己有要求嘛。这个东西你可以等我减完肥再拍。然后我们在船上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之前在澳洲也会经常出去钓鱼。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有爱好的，他的生活应该不无聊，反而是这些瞬间让我觉得他跟我是可以聊得起来，是同频的。两个人的对话也不是有人在向下兼容谁的那种感觉，其他人没有给我这样同频的感觉。其实对我来说，我会把更多的重量放在我们相处还有这位异性之后真的谈恋爱的话会是怎样，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去判断这个东西。然后之前了解你是跟 K 姐吃完饭那一天，因为我大概知道我跟 K 姐很兄弟。你对夏姐是什么样的感觉？比较最高那一层的关系，就是你觉得没有想要再继续再跟他往深了往异性交往的那方面去相处。对，总的来说就觉得不合适。所以其实，在海南我们两个都想要接触，但是各种原因错过。对，因为我们在海南没有独处过，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海南一直频率没有对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约会的时间。讲一下舞会，你为什么不邀请我？我去抱你已经有点过了，就是你应该有自己的空间，不管我自己是什么情绪啊，我应该公平的让你有自己的空间去了解这个人。然后他也是新人，他第一天。对，我也是想要照顾他，就我当时完全理解你没有来邀请我，你之后对其他所有女生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对朋友的招呼。往下解释一下羊肉串那边，大家很疑惑为什么那一天羊肉串很矛盾，然后第二天落日电台两个人又好了。我先讲我吧，因为那天是我主动说，我觉得我们两个怪怪的。但是这个怪怪的原因是从海南到新疆有3天的转场，我们那3天要坐飞机，有要录那个运动会。这3天里面我们是被拉开，就是 PD 可能就会觉得我们如果在没有摄像头拍的情况下聊开这些，观众就不懂为什么剧情就推进到那里。所以那3天我们是一句话都没有讲的。我跟其他所有嘉宾的关系都推进了，但是结果最重要的，我跟他的关系就被留在海南。那时候就是因为有异性之间的喜欢才会怪怪的。就如果我完全把他当成朋友来看，中间3天不聊天不讲话怎么样，我可能就也会很舒服的开启这个对话还是什么相处。底气是，假如是我这里，还有我有点误会你确定心意，我可能当时觉得你好像第一天开始就确定心意了，那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这个人，还是你只是喜欢第一天见面的感觉？我想要充分的了解你之后，我才开始主动。就是挤奶牛那天，我们不是女生要抽任务吗？我刚打开看，我还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讲话的时候，我就了一下，说你这个表情我要选你。就是他在不知道我们每个女生是做什么任务的时候，他就是要选我了。那天是你很坚定、很主动的一个开始吧，对吧？因为前一天羊肉串他给我的那个底气，其实我也有一点点不理解，可以说有一点点下头了。所以挤奶牛那天我不是被他选走了嘛，然后我其实是处于在一个观察他的阶段，我不太主动开启话题。挤奶牛那天我有在观察他，我发现他有在向我主动，比如说陷入爱情的泥潭。这
种话，就是我会觉得哦，他开始主动了。在落日电台，我就要问你确定亲了没有，然后他说确定。所以在民族日那天，我们两个关系就通平了。我记得有观众讲到这个点是怎么让我喜欢的女生觉得特别。我觉得就是在群体当中做出一些让她觉得特别的东西，就是不止我跟她在场的时候，我在所有的异性面前做什么老板娘什么样，就是我就是在跟大家说，哦，我现在只喜欢你。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到后面几期吧，我们镜头变少，是我们聊太多不方便播。什么屎？没有啦。其实我们在表白日之前基本上都聊透，我们甚至有聊到在不在一起的问题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表白日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聊的。其实看到你们有讨论的点，我能为我不认识的人提供娱乐价值，我蛮开心的。爱的人。我们现在线上的问题回答到这里，聊一下我们线下接触。我们在线下互相吸引对方的点是什么？你先夸我。他吸引我的地方是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很理性，比较稳重，不会很草率的给出一个结论或者决定。我个人觉得我是非常坚定的，但是我在没有把握之前都不会坚定。对，然后讲你吧，我在线下吸引的点，那太多了。我们有互相能学习的地方，比如说我需要进步我的共情能力。比如说你讲一句话，你不太确定这句话会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情绪，就比如你跟我道歉那个，你只是想说我们接触的时间还不够，你希望之后我们多接触，你才会确定你的心意。但你讲成了哦，我只是跟你去海边散步而已。然后你给我的感觉是哦，我只是跟你发生过这么一小段，我之后要去选别人了。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两个互相彼此吸引的点是，他的理性会让我在生活中学会很慎重的去做决定，然后我的感性会感染你吧。会啊会。进入到下一个问题，我们会因为什么东西吵架？如果吵的定义就是哇互相喷摔桌子那种，那肯定没有。我们讲那个安慰的吧，这是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最严肃的一次讨论是我们两个的情绪排解方式不一样，然后导致我们两个想要去安慰对方的方式会伤到对方。我是一个有不开心的情绪，我想要跟亲密的人讲出来，讲完我就好了的人。讲出来我会觉得我讲出来也没有用，也没有用，也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说的问题是在我们以外的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理解对方想要什么，我就说哦，我不开心的时候你就来抱我一下就好了。他不开心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闭嘴，我不要问。我们有没有在播出期间吵架？没有了，没有。我们全部在下了节目，我们两个自己就聊都知道了，所以观众就会觉得哦。啊，奶绿全程都不知道被骗呐、什么什么。我是不是都骗过你？一个是我没有必要知道，再一个就是他就想让我在新疆开开心心的，我们两个人好好相处，然后聊一下之后怎么样。这个线是即使在播出期间我也不 care 的一个东西。关于我们在一起之前开好多次会，或者说有好多次讨论。我举几个例子，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段感情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会不会被不好的声音影响？还有就是性格啦，我们的感性跟理性这个两大代表比较极端的这两个人，我们会不会在之后还出现矛盾的时候会愿意包容对方？哦，对，其实对于我来说，一个就是我们之间需要了解的事情，在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我们吵的过程中是怎么样的。因为如果你们两个吵架吵好的话，你每一次吵架都能更了解对方。但如果你这个方法不对的话，吵架只是互相减分。下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相处模式是什么？我们两个都希望的理想状态是我们平时都各忙各的，有好好相处的时间，那就两个人把工作放下，我们互相更新最近两个人的一些见解，都是我们觉得两个人在互相往前走，大概相处方式是这样。你工作性质上能接触的东西，其实我也是有蛮感兴趣，所以每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也喜欢聊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的东西。我们两个之后的工作都会越来越忙，所以当时的解决方法就是那我们一个月抽出1-2天，我们都不要管工作，就这1-2天我们可能找个地方去旅游或者之类的吧。基本上是把新加坡谈恋爱搞成异地恋一样。
我来帮他们问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我们网上的一些互动，是因为当时节目播出期间我们已经成了，所以他们不想剧透。因为是跟他真正成了，所以我在线上其他社交平台什么就约完全不能互动，就算互动也要很兄弟的那种。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两个要睡觉，很困了，现在12点半了。OK，拜拜。拜拜。卡。